防卫预算一年比一年高的日本又在搞新的进攻型武器，这次还是针对解放军。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日本政府最近正在积极给本国军备发展解除以前的限制。新年之际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在防卫会议上表态，日本自卫队将发展先发制人打击敌方国家军事基地的能力，而且与战略匹配的导弹早已经准备完毕，就是在现在日本陆军装备的12式反舰导弹的基础上，研发一种可以空射、潜射的远程巡航导弹，能够对敌方的军事基地进行先手打击。值得警惕的是，现阶段日本的导弹射程最多不过200至300千米，而日本官方打算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的射程将达到1000至1500千米这个范围。也就是说，从西南岛屿海域的潜艇发射，日本的12式导弹近处可以打到解放军东部、南部战区的重要军事基地，远处则可以攻击到中部战区驻地。可见日本研发这种先发制人的武器，就是打算在冲突一开始便打击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，以便把解放军摁在家门口。虎哥认为，日方企图将12式反舰导弹改造成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一事上，早就做好了技术储备。按照一般的情况下，亚音速反舰导弹并不具备改装巡航导弹的能力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费时费力，还不如重新设计一款巡航导弹。不过，日本人在研发12式的时候，故意多装了一套地形匹配系统，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。日本研制12式的时候声称是反舰导弹，那么敌方的军舰肯定是在海上，那么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可谓是多此一举，因为反舰导弹绝大部分都是在海面上飞行的，根本用不上地形匹配系统，只需要雷达主动制导即可。日本陆自给出的说法是因为有些陆基导弹在地面上发射，飞到海面上之前，先得在陆地上空飞行一段距离，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。不过日本陆自的说法当个笑话就好，实际上日本是以研制反舰导弹之名，掩盖此款导弹就是巡航导弹的事实。实际上这种导弹就是巡航导弹，搭配地形匹配系统使其拥有对地攻击的能力，因为这种系统可专门应对陆地上的复杂地形，让导弹能够准确地匹配数据上的地形信息和实时测量信息，借以修正导弹的飞行路线，实现精确打击。而且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鬼把戏，日本也不是第一次玩了。往远了说，二战时期的最上级巡洋舰就是个例子。日本设计时为了规避条约限制，特意为巡洋舰预留了安装重巡洋舰标准203毫米舰炮的冗余。建造完毕后，安装的是轻巡洋舰的155毫米舰炮。按照标准，最上级是轻型巡洋舰，但是战争开始后，日方立马换装203毫米舰炮。就这样，一艘轻巡洋舰活脱脱变成了重巡洋舰。往近了说，本世纪建造的出云级准航母被日本海自说成是什么直升机驱逐舰，不能搭载战斗机，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准航母。从2015年开始，日方开始进行准航母的改装，以期将来搭载从美国购买的 F-35B 战机。这次日方倒是不舔着脸说它是直升机驱逐舰了。言归正传，虽然12式反舰弹道导弹具备潜射的能力，不过相比中美俄的巡航导弹，12式的体积根本不够看，重量仅为 0.7 吨，仅相当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 50%， 而且战斗部重量仅为200千克，不到中美标准的 50%。而且12式还是采用亚音速飞行的导弹，极易被拦截，综合性能要比中国的常见时逊色不少。日本打算将新型导弹部署在新型的大鲸级潜艇的垂发系统上，一艘潜艇可以装8发12式导弹，4至5艘可以装载32至40发12式导弹。
虽然可以隐蔽向中国大陆发射导弹，但是就凭借这40发124式导弹，就能把解放军摁在家门口？虎哥只能说，日方想象的未免太过天真。区40发巡航导弹基本上对解放军没有任何威胁。这种亚音速的导弹面对大陆东部战区的强力防空网，可谓是自取灭亡。不但起不到任何的实际打击效果，还会招致解放军的雷霆反击。到时候解放军发射的导弹可就不是124式这种破烂了，那是真正能让日本人损失惨重、全军覆没的强力导弹。